家好，我是 Kare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一集我要分享的是 Pony Effect 的底妆类产品。今天会分享这两款的适底乳跟防晒，还有它的遮瑕膏以及它的气垫粉饼。顺便跟大家说，我的皮肤本身是敏感肌，算是比较脆弱的，所以我用产品会比较挑一点点。那今天的产品我会以化妆品去评测，我会先跟大家分享它的妆效，还有它的优缺点。因为敏感肌的部分呢，还是有一些小细节要注意，所以我会比较详细一点点去讲解。好，那么如果对以上内容感兴趣的话，我们就继续哦。首先呢，我们从它的气垫粉饼开始讲解。这个气垫粉饼中文名字叫做零暗沉柔雾持久水气垫，本身它就有 SPF 50度加 PA 4个加的防晒系数了。我看到它的成分还有多种的防晒的成分，而且防晒添加量也蛮足够，有物理性防晒，也有化学性的防晒成分。另外它还有一些保湿舒缓成分，含有相思树胜肽，这个成分是可以提升保湿度。另外含有苹果薄荷萃取，可以舒缓镇定肌肤。除了这两个成分之外，还添加了烟酰胺。那这个气垫粉饼呢，里面是有镜子的，然后它的粉扑是我最喜欢的那种，有一个尖尖角角。这粉扑刚刚洗干净，我每次使用完都会洗一下。它里面的气垫跟我平常用到的是有点不一样，是长这个样子，摸起来是非常的落软，而且它上粉是非常均匀的。这个粉底上到脸上的保湿度很好，很不错，非常的舒适，而且它的遮瑕度非常的惊人。如果皮肤有一点泛红的部分，绝对是可以遮掉的。我觉得单用这个气垫粉饼已经可以遮掉起码7到8成的瑕疵了。黑眼圈部分我觉得也遮得还蛮不错。我用的色号是002号色，属于自然的明亮色。然后我们看一下，我鼻头还蛮多黑头的，大家看。然后这边遮掉的，这边还没有遮，有没有很惊艳？其实一开始上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点点厚度，我还担心它的粉会不会太厚。但是整个底妆上好之后，我觉得其实还好，它不会很厚重，只是它的遮瑕度看起来很好，所以才会让我以为底妆会很厚。我有稍微把它印掉一些，上妆的量算是正常的，没有特别多，这样子的遮瑕度已经非常好。我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呢，脸部是有擦一些比较滋润的面霜，所以上完妆之后，整张脸的光泽度特别好，特别的柔润。后来我第二次上妆的时候，用的保养品稍微清爽一些，上到脸的妆效就有点不一样了，稍微会比较哑光一点。我觉得它的遮瑕度算是非常的不错了。那个镜头上面看到鼻子旁边的黑头粉刺非常的明显，但是上完之后几乎消失了。它的遮盖毛孔部分非常优秀，可以让你的皮肤看起来很平滑，上脸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斑驳的问题，保湿度还是足够的。打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妆容会偏厚一点点，但是在自然光下看起来妆容是比较自然的，不会很厚重。走在街道上呢是很正常的状态。第一次我测试的时候是没有擦任何的蜜粉，想要测试它的持久度。一整天下来，有大概测试7到8个小时之后啊，我觉得它的持妆效果还是不错。除了我的皮肤面有稍微多一点之外，眼周部分有一点点很轻微的卡粉，但是正常的距离看不会很明显。这个部分我觉得还好，因为我平常擦防晒也是会有这个问题的。其他部分呢，我觉得几乎没有什么掉妆的问题。我还担心不定妆会不会太油，但是随着时间它的油分会减少，感觉皮肤也会比较清爽一些。对我来说，它的保湿度是蛮刚好，它不算是很油润很滋润的那种质地，同时它也有一些保湿度。这个气垫粉饼它没有很防水的，如果一点点弄到还好，但是如果你流很多汗或者是直接淋到水的话，它是会有一点点溶开的。测试晚上那一天呢，因为太累的关系有去洗澡，洗澡的时候有一些水不小心弄到脸部，有弄到脸部的部分会稍微溶解一些些，但是其他部分都还好。所以如果你比较容易出汗，用这个气垫呢，我会建议可以用蜜粉去定妆，让你的妆容更持久一些。那其实如果单用它不定妆的状态，它的效果已经很不错了。使用
它的过程是没有不舒服的。第二次测试我是用比较清爽型的保养品，这个状态下使用这一款气垫粉饼，我觉得呈现的效果又有点不一样。遮瑕度一样非常好，但是它的呈现会偏雾面一些，镜头上可能还是会看到有一点点光泽度，但相比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光泽感减少很多。我也感觉到这一次用在脸上的粉感会没有那么的保湿。可是现在这个天气用这个气垫粉饼，我觉得是很刚刚好的，保湿度还是有，只是它不会非常的滋润。所以如果皮肤偏干的朋友们呢，我会建议前面还是要擦滋润保湿一点的产品。它是有保湿效果，但是没有滋润感的，属于比较清爽，所以油皮其实也适合使用。而且随着时间，我感觉它也会吸皮肤的油分，变得越来越干爽。第二次使用我也有用它的遮瑕膏一起用，我觉得它的遮瑕盘呢是做的非常齐全，所有能够用到的颜色都有。大部分人应该都是遮黑眼圈部分，那黑眼圈部分用最旁边的珊瑚色偏橘色的那个遮掉大部分人的黑眼圈，然后在眼袋的部分用旁边的最白的提亮色去提亮一下，整个黑眼圈跟眼袋就被修饰掉了，看起来就平很多了，效果非常好。而且它的膏体还蛮服帖的，它是有一定的滋润度，不会很干。第一次我使用的时候是跟它的紫色适底乳一起用，因为那一次我的皮肤擦了蛮多的保养品，所以我用它的时候觉得它好像有一点太滋润，因为遮瑕膏如果太滋润的话，它就比较容易溶掉，所以就需要多用几层。但是第二次我是先用它的气垫，再用它的遮瑕膏嘛，那一天我的皮肤就没有那么的滋润，属于比较清爽的状态。这时候用它，我就觉得那个滋润度是很刚好的，其实它不会过于滋润，反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用在眼周的效果很好，它很贴肤，而且它的膏体不容易被抹掉。我会建议使用完之后要搭配蜜粉去定妆，因为它的遮瑕膏还是有一点滋润度的。如果你眼周是有一些动态纹，有一些细纹，会很容易有极限，所以一定要用蜜粉。定完妆之后呢，一整天它的效果维持度就很好了。整体来说，它的化妆品部分呢，我是很喜欢的，觉得它的气垫粉饼真的有惊艳到我。目前用到的气垫粉饼效果都没有那么惊艳，它的遮瑕效果很好，而且很贴肤，维持度很好。我用它一整天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但是我卸完妆的时候，我自己使用它并没有太明显太大的刺激感，只是呢它里面是有添加2种的 PEG， 也有酒精跟香精，所以如果你是敏感肌，尤其是比较脆弱敏感肌，你可能就要考虑一下你的皮肤适不适合。因为我平常不太会用含有 PEG 香精的产品，化妆品的话偶尔使用，我的耐受度是可以的，只是如果我要每天使用的话，就肯定还是不耐受。但是这一次测试了，我隔天用一次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如果你不是很严重的敏感肌，偶尔使用比较没有问题。它的香味一开始用的时候会闻得到有淡淡的花香味，但是它的香味会随着时间变得比较淡，对我来说它不算是很浓郁，而且会慢慢消失，所以我觉得可以接受。主要是因为它的妆效很好，如果你偶尔有时候真的想要妆容完美一点的话，偶尔使用是没问题的。它的遮瑕膏也是会有一点香味，有香精添加，但是它的味道也是比较淡，过一段时间会消失，不算是非常明显。我有测试过用它的遮瑕膏配其他的素颜霜，这样子的搭配是不会让我皮肤过敏。接下来呢，要分享它的防晒部分。这2个防晒，一个是没有颜色，另外一款是有提亮效果，像素颜霜的效果。先分享这一款的紫色适底乳，本身呢它有 SPF 50度加 PA 3个加的防晒系数，所以你平常也可以做一个提亮的效果，同时也有防晒的功能。它的内容物是带有一点点紫色调的乳液，非常好推开，上脸的感觉还蛮保湿的，是有滋润感。我觉得它的保湿跟滋润度都还蛮不错，用的时候也没有刺痛感，但是呢它也是有香味哦，它里面是含有香精添加。我觉得它的提亮效果算是比较自然，它不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很死白，大部分人都可以驾驭的，肤感上是蛮不错，所以它的香味是有一点花香调，也是属于不算很浓郁，但是闻得到的那种程度。时间久了，这个味道会变得比较清淡，整脸使用的效
果、提亮的效果、去黄效果很不错，看起来多少都有一点点修饰平整毛孔的效果。那一天呢，我使用它的时候，我有用它跟这个遮瑕膏一起做搭配，我觉得搭配起来了，整个妆效是非常的自然，而且很快速。如果你平常要通勤要上班，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遮盖涂涂抹抹的话，也可以用遮瑕膏跟这个适底乳搭配，一整天下来呢，它的维持度都还蛮不错，所以如果几个小时之后你回家，它也不会掉妆。遮瑕部分可能会随着时间稍微变得比较少一点，但是它不会结块，不会斑驳，不会让你觉得妆没有了，整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那卸完妆之后呢，这个适底乳我是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的，但是当我遇到皮肤比较脆弱的时候啊，我用完它之后，皮肤可能会有一点点刺痛感。通常呢，擦完保养品修复过之后，隔天皮肤就好了，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这是我的使用经验啊。皮肤比较脆弱的敏感肌还是要自己考虑看看适不适合你们。它的成分呢，有一些化学性防晒跟物理性防晒成分，另外还添加了烟酰胺以及多种的植物提取物、神经酰胺 MP、维他命 E 等等的保养成分。它是没有添加酒精的，有添加2种的 PEG 成分，还有香精。基本上它的整体使用感还有效果都觉得不错，但是对于敏感肌的朋友们呢，我会比较不建议经常使用，偶尔使用1-2次可以，但是不建议每天经常使用哦。一般正常的健康皮肤就没有任何的疑虑，每天使用都没有问题，它整体的效果都是不错的。接下来要分享的是这款金色环的防晒霜，这一款防晒霜应该蛮多人有看过，它还蛮多好评的。先讲一下它的质地，是白色的乳液，抹开之后是没有颜色的，我觉得它的保湿感比刚刚的适底乳更好。这个肤感是很多人会喜欢那种，因为它抹开之后呢，非常的水，是属于偏清爽，但是带有一点点滋润度，而且它的香味应该是蛮多人会喜欢，会有一点点像西瓜的味道，但是它不是水果的香气，有一点点那种清爽感，算是比较好闻的。那香味来说呢，也不算是很浓郁，过一段时间它会慢慢变得比较淡一点。它是不会跟底妆打架，不会搓泥，也很适合化妆之前使用。肤感方面呢，一开始涂抹完呢会有一点点滋润度，但是呢过一段时间它会变得越来越清爽，不会觉得很油腻很不舒服。一整天下来其实它是蛮清爽的。我使用的过程呢，我也是没有任何不舒服，也没有刺激感，但是到晚上啊卸完妆之后，我擦保养品会感觉皮肤有一点刺刺感啊，也是隔天之后就会消失了。这一点呢，我也觉得皮肤比较脆弱的敏感肌我就不建议使用。但是如果你是正常的健康皮肤，或者是你皮肤并没有那么容易敏感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它的整体使用感还是很不错，而且防晒效果也很好。它的主要防晒成分是化学性防晒哦，还添加了多种的植物提取物，有一些保湿舒缓的成分，芦荟叶提取物、白桦树脂、扁柏水、玻尿酸钠、积雪草萃取、仙人掌果实萃取物、大马士革玫瑰花水。它的保养成分会比紫色环多一些哦，我也感觉到它的保湿度有比较好一些。它是有香精添加的，另外有添加2种的 PEG 成分，还有酒精部分。以往呢，我对于这些成分呢都是不推荐敏感肌使用，但是因为这一次是厂商提供给我试用，所以我都会试给大家看，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使用的时候跟过程我都没有过敏，也没有不舒服，通常都是卸完妆之后擦保养品的当下会有一点刺痛感，皮肤状态好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感觉，但是皮肤比较脆弱的时候就会有以上的问题，所以你们就根据自己的肤况去挑选产品哦。整体来说呢，撇除香精跟 PEG 部分，这些产品使用的肤感还有效果都很不错，是很适合台湾地区使用的，使用上都不会过于油腻，都是同时有保湿度。产品上我觉得除了偏有肌肤没有那么适合之外，混合性肌肤到
干性肌肤都适合使用。我最喜欢是它的气垫粉饼，因为它的效果真的很好。我觉得如果我想要有完美的妆容，偶尔还是可以使用这个气垫呢。我平常还是会用它，而且它的妆效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那气垫部分呢，我会建议每一次用完都要清洗，可以的话用新的粉扑去替换。好，今天这些产品呢都是厂商他们提供给我试用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呢，我会提供相关的链接在我的资讯栏哦。任何问题也欢迎留言问我。好，今天的产品就分享完哦。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请记得帮我按赞，还有别忘记分享、订阅、按响铃铛。我们下次见吧，拜拜。